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咱们直接开讲吧。我标题中写到的必胜绝招，我在节目最后给大家公布啊。这几天呀，有关于台湾的问题，我的会员群里的会员呀，包括很多海外的华人呀、大陆的华人都比较关切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中共到底会不会武统台湾？喊了这么多年了，为啥不武统台湾？那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来看啊，抛开那些网络键盘侠的嘴炮之类的话啊，肯定是多少都有些害怕的。很简单呀，谁不怕被飞弹炸呀？一颗飞弹炸下来，那能把人连渣都炸得不剩了，谁不怕呀？现在对于讨论武统台湾问题的人啊，面具人我是最讨厌那种，小粉红高喊武统台湾、消灭台湾人，我倒不是最讨厌的。因为他们是被洗脑了，他们说的话就是党的话。其实我最讨厌的就是海外的华人，反共的华人，他们天天也跟着喊赶紧武统台湾，打台湾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打不过台湾的，不信打一下试试。要么呢就是吹台湾的军火有多么牛逼的，不要怕，台湾人上就是和共产党干，血战到底。面具人我认为啊，这类人呀比小粉红要坏10万倍，因为他们是清醒的，他们是在言论自由的环境、文明社会，却还有这种想法啊。台湾打不打得过共产党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知道这帮杂碎肯定是不会去台湾参战的，导弹炸下来也炸不到在美国、在英国、在日本支持台湾人和大陆人开战的杂碎的，死的又不是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呀。开战不管死的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反正他们不会死，反而呢，他们还会有大量的爆炸性的大新闻可以拿出来撸流量、撸钱，又有大新闻了嘛，对不对？反共的民主大师其实比脑残小粉红要坏得多，人家小粉红高喊武统，至少人家好多小粉红自己敢上。至于这些在美国、在英国、在日本高喊武统台湾、支持台湾开战的民主大师，他们是肯定不会上的。所以呢，这帮杂碎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你们应该心里面有定数了。哎呀，今天开局直接给大家高能了啊，忘了说每次节目的重点标语了。节目开始之前呢，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顺便把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XZ 植物类的蛋，以及面具人直接给你转账500 USDT 的超级大奖哟。今天面具人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个重点啊，那就是消息的能量。具体来说吧，消息小了是可以影响个人对事物的判断，比如影响你是进场追高还是离场割肉。往大了说呢，消息是可以影响国运的。咱们先来说大的，最后再来说小的消息对币的影响啊。美国现在宣布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台湾这边呢也承认了美军有在台湾训练台湾的军人，中共也承认了他们知道美军在台湾。可是那又如何呢？海外的反共大师都觉得，哎呀，台湾厉害了，有美军帮忙，哎呀，美国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了，好，要灭共了。来，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次事件的实质效果。面具人能给你们带来整个油管上，站在体制内的，甚至站在红色贵族角度的最实质的政治分析，这是专业的政治分析啊。来，先说美国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是美国也就只是说说嘛，而且呢，他们并没有说清楚是台湾国还是中华民国。同样的，这个问题台湾自己也是有小九九的。去年先宣布放弃金门之外的包括大陆的所有的领土，然后呢，前段时间又宣布要拆了蒋中正的博物馆，现在呢又说中华民国和大陆是互不隶属的，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论。大家仔细想想台湾这一系列的政策啊，那不就等于承认中共是合法政权了吗？但凡是有点政治智慧的人都能看明白，台湾的这些行动举措的实质效果是在帮中国，是在灭中华民国，对不对？什么叫做放弃金门之外所有的领土？什么叫做中国是一个国家，台湾就是一个台湾？
那这不就等于割地求饶了？这不就等于放弃了所有的大陆的竞争资源了，对不对？而且呢，退一步来说，台湾进联合国，联合国大大小小的大部分国家都是拿中共好处的。当时投票连中华民国都给你赶走了，创办国呀、五常国呀都能投票把中华民国赶走，对不对？你觉得光凭一个台湾能给这些联合国里面的小国家、大国家带来足够的利润，让他们投票通过，让台湾国加入联合国吗？对不对？而且呢，美国也就只是嘴上说一说啊，真的要让台湾加入联合国，你美国现在是联合国的老大，五常创办国，开联合国大会呀，你美国现在就可以发起联合国大会呀，现在就宣布投票让台湾加入联合国呀，拉上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来投票呀，开会让台湾加入联合国。可是呢，你美国除了卖嘴还能干啥？实事一件不做。好，这就是现实。但是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时候搞这一出是三赢，对美国、台湾、中国的当权派都是有好处的。为啥？首先从中国来看，习近平即将面对20大连任的大关，他在党内也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党内对习近平是有非常大的反对力量的。比如最近的这些恒大暴雷呀，曾庆红的侄女给习近平扮难看，包括邓家一系列的国内反共公知，这类都是反对习近平的，同时呢，也对习近平造成了不小的阻力。尤其是恒大问题、金融问题、房地产问题，这些是经济问题，是最容易刺激民间不稳定情绪的严重问题。20大之前呢，这种经济问题炸开、持续扩张的话，无论是民间还是党内斗争，都是会让习近平下不来台的。可是美国、台湾在这个时候打台独牌、打联合国牌，这下可好了，成功的让习近平捡到枪了，习近平就可以借此煽动爱国情怀了呀，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了，等等等等。那在这种环境下，这个时候习近平的节奏就很舒服了呀。国内为什么会有矛盾呀？很简单呀，因为台湾和美国捣的鬼呀，所以呢，国内的压力大，国内的经济不好，都是因为美国和台湾害的，对不对？这锅甩得多好的啊！然后呢，台湾和美国却过来主动接锅，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进我可以搞战争状态，退我可以甩锅，台湾和美国捣鬼呢，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抓特务。习近平可以借着美国帮助台湾台独的这个把柄，把国内的反对派全部都打成间谍、反动分子、敌对势力。他也可以借此转嫁掉所有的矛盾、所有的经济问题。至此呢，20大之前，没有人能够在民族大义、国家安全这个大招牌之下对习近平再发难了。所以呢，美国和台湾在这种情况下，等于说帮习近平把习近平最不擅长的经济问题转化成了习近平最擅长的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懂了没？好，我们再来看美国这边能得到什么好处啊？美国这边呢，需要中国买美债，需要中国的贸易订单，需要中国的廉价商品。同样的，美国只要解决了经济问题，那这个政权才能有合法性，老百姓才不闹事不造反，拜登的宝座才能坐稳。美国就必然要给中国卖人情呀。表面上看起来呢是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实际上呢仅仅是虚晃一枪，没有任何的实质行动。不仅如此啊，你们看图，美国还再次强调永远无法查出疫情的源头了，并且再次否定生化武器的说法。那这个病毒是从哪里发源的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中国，中国政府也不知情，习近平是无辜的。这个报告里面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天呀，观众朋友们，你们看习近平自己敢不敢这样说啊？发疫情了他不知情，这个疫情绝对不是人造的。习近平现在还想给美国泼脏水呢，美国反而呢直接给习近平洗白了啊，说习近平是无辜的。你看啊，美国呀，他现在为啥要通过这种说法彻底给中国洗白了呢？并且呢，你们仔细看，这种说法相当于是给中国帮了一个超级大忙呀。美国这样说就会让别的国家，
比如澳洲、西班牙、英国这些之前一直追着中国说要查源头的国家都闭嘴了，老大哥都发话了，中国是无辜的，不可能是中国。并且呢，这种行为对中国来说也是永绝后患呀。为啥？美国现在是彻底否定咬死了疫情是中国来的，也彻底否定咬死了它是生化武器，也彻底咬死了说习近平是无辜的，他不知情。那这也就让以后的继任的所有的美国总统再也无法翻案了。那这种行为一定是美国和中国达成的协议和默契。为啥？如果说美国不想把这个人情彻底卖给中国的话，他说这种话完全可以说得更有水准，说不确定，不可能，但是不排除，对吧？但是呢，美国这次的报告是彻底否定是中国搞的鬼，等于说彻底解放中国了，给习近平彻底洗白了，听懂了没？而且是咬死的不能再死了，没有任何翻案的余地。美国等于说自绝后路，把这个事儿彻底定死了，听懂了没？所以呢，任何一个继任的美国总统，以后的任何一个国家就再也无法拿疫情源头这个话茬再去找中国的麻烦，再去钳制中国了，中国就永绝后患了。那你们说这种行为对中国的帮助是不是大大的？好，那美国既然卖了这么大一个超级人情给中国，那你中国要不要买美债啊？要不要买美国的商品？要不要给美国这个输出的商品降价？对不对？这就是人情呀。一旦是从这个中间获得经济利益了，那美国现在的当权派他的执政合法性也就有了，他的政权也就稳了，对吧？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台湾。其实台湾人的民族心理是非常敏感的，民进党马上也要面临什么中选呀，包括接下来几年的连任的问题，他最大的障碍就是国民党，对吧？中华民国。可是你们自己仔细看啊，台湾目前的这个舆论环境也是接近防火墙级别的了，什么关电视台呀，什么网军出征呀，什么这个塔利班之类的，普通的台湾民众也是被媒体包围，生活在舆论防火墙之中的。由于长期的极端意识的洗脑，包括民粹情绪的煽动，导致了大部分台湾人是没有什么宽广的国际视野的，他们的这个心理非常脆弱，非常的民粹又特别的爱斗嘴，对吧？其实这种状态的台湾人和大陆的小粉红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当权派他就可以利用一个，毕竟台湾这个网络还是自由的嘛，你到外网上能查得到的消息，那就是真的。再加上当权派的这个舆论防火墙统一的，加强宣传，用这个消息煽动情绪，操纵民意，比如台湾要加入联合国，有美军在台湾，这些消息都可以从舆论、从军界上彻底让中华民国，也就是国民党闭嘴。并且呢，台湾目前在处理加入联合国这类的议题也是双标，他先放弃了中华民国的国土，再虚晃一枪把台湾去民国化，因为他说的是台湾加入联合国，并不是说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同时呢，美国也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清楚。那这样做的话，既能在地缘政治上讨好习近平，不失里子，因为习近平最爱大国情怀了，最爱领土了，最爱千古一帝的这种感觉了。那台湾现在自己说了，我放弃所有的中国领土了，金门之外全都是你习近平的，那习近平能不高兴吗？对不对？同时呢，这样做面子上看起来还能大涨台湾的这些民粹粉的民意，能让这些台湾的民粹粉非常的高兴。为啥呀？因为你看，台湾又是加入联合国了，又是台湾要独立了，又是蔡英文说你习近平算个屌了，不怕你习近平呀，这些行为这些举动看起来牛逼得很呀。那这种现象就会给本来就好面子心里面敏感的台湾人打气了呀，打鸡血了呀，就能获得选票了呀。并且呢，这样做就可以更有理由的抹红、削弱甚至铲除国民党。其实你们仔细观察台湾的权贵和中国的权贵又没仇，又没啥经济矛盾，每年还几百亿、几千亿的勾兑着。台湾要是独立了，
没有大陆的经济支援了，台湾就崩溃了，权贵也就没钱勾兑了，懂了吧？所以说呢，看台湾这个行为，表面上看我是要独立了，实际上呢，我是放弃了我所有的领土，我也放弃了中华民国，或者说是隐晦的在慢慢的消亡中华民国。那这样的话，习近平也高兴呀，领土扩大了呀，中华民国死了呀，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千古一帝的霸业呀。毛泽东都没灭掉中华民国，我习近平灭掉了，习近平一高兴，来给台湾拨钱，台湾的经济就好起来了。来，台湾的经济好起来了以后，表面上又看起来是反共的，执政的合法性有了，民意有了，下一届的连任搞定了，又能继续的从老百姓身上拿钱了，对吧？也能从中共这儿拿钱了，这才叫政治，这才叫天下贵族是一家，听懂了没？天下权贵是一家，所谓的外交的本质其实是对内维稳，要给国内的这些民意脑残们洗脑用的一个消息面儿，这是消息对国家政治的力量。好，现在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消息对币的力量啊。这几天各类的狗币、消息币都在疯涨啊 ，Safe Moon Dog、Dogger Mouse、Baby Dog 啊，包括柴犬等消息币，还有那个月亮狗，都是一天翻1倍，3天涨3倍。你们去看，真的都是。为啥？我告诉你们，一个狗暴涨的消息传开了以后，庄就可以借着这个消息拉第2只狗，第2只狗再拉第3只狗，形成连锁效应，形成舆论包围网啊！这个消息链条就把你圈住了。今天不是这个狗涨，就是那个狗涨。越是狗币涨，更多的狗就会越跳出来给大家营销，煽动大家的情绪。大家一被煽动了以后，就越是害怕错过。其实中国的房地产不也是这样吗？上海涨完北京涨，北京涨完山西涨，山西涨完甘肃涨，甘肃涨完重庆涨，对吧？然后呢，全国各地的人就开始疯狂的去炒房，对不对？Baby Dog 我在会员群也是给大家讲过了啊，这几天会暴涨，但是呢，这类消息币啊，我一般是不会公开给大家讲的，因为涨跌的速度太快了，风险太大，很多新手掌握不住，知道吧？很多看面具人视频的新手也容易激动啊！我告诉你，好多这些新手啊，买了消息币以后找我来诉苦，给我发邮件的太多了。所以呢，这类消息币啊，我是很少在节目里面讲的。但是呢，今天呀，我要给大家教一个绝招啊，教大家一个玩 FOMO 币、消息币的绝招，必胜绝招，也不敢说是必胜吧，至少呢，能让你大部分情况下撸到点钱。那就是 FOMO 的时候啊，你要是看到一个币暴涨了，绝对不要犹豫，立刻就买入，然后嘞，设置15%到20%的自动止损，止盈设置到20%到30%，只打一发，中了就中，输了就彻底不碰，不要再进去。那这样玩的中奖率是很高的，大概率你是能通过这种玩法撸到钱的。但是呢，消息币终归是消息币，消息币是不能常拿的，听懂了没？消息来了就涨，消息没了就跌，这个热度是很短的。所以呢，大家一旦被煽动了，一旦看到涨了几倍啊，涨了200%、300%了以后，就会忍不住，就想撸钱，就想上。为啥？因为谁都怕坐末班车，它的本质就是消息币。消息币就是要靠后人搬砖，就是要靠末班车的人来背锅，前面的人才能赚钱。于是呢，谁都怕坐末班车，所以现在就上车。但是谁又能知道现在上的这个车是不是末班车呢？除了庄家能知道，谁还能知道？所以说呀，消息币能不能玩？能玩，但是呢，你绝对不要抱着常拿的心态，除非你是被套住了。听懂了没？你想要盈利，就是我说的刚才的那个办法啊，打一发就跑。但是这种办法只能是娱乐，不能重仓，因为风险太大，变化的这个指数太多啊，变量太大。所以说呢，做投资呀，还是要做价值投资，像 AXS、GHST、Matic 之类的这些币呢，它涨起来虽然慢一点，但是胜在更稳，因为它们有实际应用，有自己的生态链。买了以后呢，你至少不用每天担惊受怕的，半个小时暴涨，半个小时就暴跌啊。你买了这些币，
你每天至少可以安心的睡觉。GHST 从我讲的 1.9 到现在也涨到了 2.6 了啊，它的走势依然的非常健康。哎，超级大的碗形底，你们看到了没？海底捞月呀！哎，但是呢，你们看到币涨了以后，不要急，赚钱的办法多得很，你可以少投一点，哎，等下一个更好的、更完美的机会，对不对？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手里面能赚钱的好项目太多了，我不需要给你们解释什么，知道不？最好的解释就是你们翻阅一下我往期的视频，看看我推的翻倍币有多少。除了我之外，整个币圈的博主、政治圈的博主，有哪一个判断的有我准的？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全对啊，至少7、8成，对吧？啊，赚8个赔2个，行不行？哎，我的历史战绩就摆在那儿，你们自己去查，对吧？所以各位观众，有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的，跟我布局接下来的最好的入场赚钱时机的观众朋友们，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OK， 祝你好运，拜拜哦，万圣节快乐！